2026年这个地球上的 AI 怎么发展，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卷，特别是东亚家长、华语圈的家长。那老卢正在做《探龟进化论 AI 时代教育》这个专题节目，第1季已经收官了。那这一期并不算是正片，我只是想单纯的喷一喷我自己对 AI 和 AI 教育的一些看法，我想跟大家价值对齐。我们从头说啊，老美有芯片有算力搞闭源模型的创新，那中国芯片呢有很大进展，但其实仍然在被压制。但开源模型和产业落地是在逆风翻盘的。老美有芯片有卡，但是电不多。中国是 all in 核聚变，想在能源上弯道超车。整体的 transformer 架构虽然是多方挑战，但是新的范式还没有真正的诞生，所以 scaling law 还是仍然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在起作用。2026年肯定是 AI 多智能体编排、自主学习、长短期记忆、世界模型这些技术飞速发展的一年，太快了，每周都有新东西 ，capacity 都在愁自己进步不够快。那 AI 对工作的冲击非常大。2025年9月 ，Salesforce CEO 一气裁了4000个客服，原因就是在目前这个时间点 ，AI 客服 agent 已经够好够用了。我再举一些数字，我刚才在 Perplexity 搜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去年11月份有一个报告说，2030年美国每年可以解锁大约2.9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然后市场对 AI 人才的需求是必须具备 AI fluency 这个大前提。简单说就是人要原生的学会和 AI 一块工作，碳归进化。那这个需求在过去2年增长了7倍，没有任何的技能增长这么快，包括像 Python 像机器学习，这都没有 AI fluency 需求增长快。说白了，以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你在公司打工也好，你自己 freelancer 搞艺人公司也好，熟练的流畅的使用 AI 都成了一个基本的要求。那在麦肯锡在中国的数字也有，数量级基本上是一致的。大中华区有一个报告估算是生成式 AI 到2030年前有望为全球经济贡献大概7万亿美元的价值，中国占了2万亿美元多，接近1/3。那我们稍微收一下，虽然社会发展大环境非常让人焦虑，但其实对于终身学习者来说呢，就是给普通人学习进步的条件，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不管 AI 行业怎么卷，不管大厂实验室里到底有没有具备意识的 AGI， 但对普通人来说，每个月几十块上百块你能驾驭的 AI 算力和新产品，确确实实每年都在暴增。大厂会用各种免费套餐、圣诞促销来推广产品了。你别的不说，去年年底5个人共享$99一年，这个 Gemini 全家桶你有没有买？我反正是给老婆孩子，包括我小侄子一块订了一套。就普通人可以薅的羊毛太多了，限制普通人你想做事情、解决问题，在今天只是好奇心、想象力和行动力。然后我们来聊一下 AI 教育的现状。所以现在呢，其实对我们的孩子来说，真的是机会和挑战并存。AI 时代，如果你只靠 K12 教育，孩子就肯定会变成被快速替代的答案机器。现在全球其实 K12 教育改革都在做，但是太慢了。你纵观2025年，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是在推行双轨制这个策略，一手抓 AI 素养的普及，一手抓电子产品的管控。这我刚才在 Perplexity 也大概搜了一下啊。就是做加法的层面，中国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在2025年5月发布了一个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那美国加州各地也在立法，强制开设 AI 素养课，都是在试图抢占下一代的这个技术红利。那在做减法层面呢，也很一致。欧盟通过了一个 AI 法案，把教育列为高风险监管的这个领域。瑞典以回归纸质书来修正过度的数字化。那中美2国也在强化校园手机的禁令，以防范这个算法对孩子注意力的过度掠夺。然后这个澳大利亚比较有意思，就去年11月，我记得去年11月，澳大利亚一方面正式生效了青少年禁止使用社交媒体的这个政令，那16岁以下孩子和 TikTok 和 Instagram 账号就全停了。那另一方面呢，澳大利亚在校园里边解禁了 AI， 它推广了一个官方定制版的一个安全 AI， NSW Educate 有这么一个产品。中国这边我记得是科大讯飞有类似的 AI 教辅的平台、教辅工具，但是直接面向孩子的 C 端的这个安全 AI 产品，似乎目前我还没有查到。如果中国大陆和这个香港、台湾、大马、新加坡其他地方如果有，观众们你也请告诉我一下，我去了解了解。总体来说，这个教育的大船掉头太慢了，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保证。
qualified 的老师其实确实挺难培养的。你现在教育体系老师基本都不懂 AI， 程序员又不懂怎么教孩子。我觉得师范和培训机构，你可能要先把老师培养出来，课程开发出来，然后再推广。那在中国这个产业落地，我感觉应该是在加速的，因为国家去年5、6月份这都不发文了嘛，这肯定是教育机构的红利期啊。我相信家长以前都是500、1000一个小时给孩子去补 K12 的这个课程，应对中考、高考。但很快我相信就会出现同等价格甚至更高的 AI 通识课程以及 AI Agent 课程，现在很少，非主流。当然话说回来，这个 K12 学校这教育肯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毕竟人和人之间还要交流互动，那小孩要学会和前辈和老师怎么交流，怎么跟上下级交流，怎么去竞标，怎么样去谈判，这都是必不可少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就是家庭教育。我非常担心有很多家长是不负责任，扔个 pad 给孩子，或者让老人去带孩子，老人可能更没有这个意识，孩子就拿一个手机打游戏、刷抖音，用 AI 聊天。老人带的学龄前的孩子在小区楼下其实见得非常多，就像这样。家长其实真的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责任人，你必须转变思想，在 K12 教育这个基础之上，你要快速的引入新的教育理念和行动去自救。我在做这个碳硅进化论这套教育节目，虽然面向的是广大家长朋友，我是想推广我的一些教育的理念，但初心其实我是想给我的孩子去看的，我是抱持这个想法去做每一期节目。那碳硅进化论第1季已经发布了，主要其实谈的是防守，告诉 AI 会给你们的孩子大脑带来哪些伤害，那家长应该怎么去应对。那第2季呢，就是进攻，一共3期节目，我正在统筹设计怎么让你的孩子去学会去使用 AI。 那下周五晚上8点计划我发布第1期提问的艺术，昨天把那个稿子大纲写的也差不多了。第一季收官的那个第4期，上次可能是封面图的关系被平台限流了，我也挺奇怪的，一个孩子的人脸形象，嘴上画了一个红叉，表示 AI 影响孩子语言表达，这种图有问题吗？所以明天晚上我可能会稍微剪辑重新发一次。那最后我还想发散的谈一谈，就是这个碳硅共生的边界到底在哪儿。我从我自个儿说起，我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人，我并不是纯技术派，我从小受的教育其实是传统艺术教育，我爸是钢琴教授，我平时在家办公，我把 MacBook 放在钢琴上敲。我喜欢肖邦 Debussy， 我也喜欢爵士乐，但我也喜欢越野跑，也喜欢 hiking 徒步。我觉得是从小的这些音乐教育让我对探索世界是有强烈的好奇心的，这个是我的底色。我也非常认 Sisyphus 推石头上山这种人类的黄金精神，我非常认 Annie Clark 的扩展性定论。所以我觉得在线下这个阶段， AI 实际上是人类的义肢。现在人机的边界就是靠敲键盘和口喷，通过这些极其低下的带宽和 AI 交互。但是以后呢，一定会有类似脑机接口这样的技术，人机带宽以后肯定会不断的提高。其实很像是光纤和宽带那样，光纤和宽带其实模糊了本地存储和云端存储这个概念。那以后不管是不是脑插管，还是说有各类这个无创对接的智能穿戴产品，那人机之间碳硅共生将逐渐变得更加的紧密。生物神经网络和数字神经网络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会开始共生、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会有融合。所以其实我非常好奇这个边界在哪儿。我每天坚持锻炼，深蹲跑步，不抽烟，少喝酒，就是想多活2年去看一看。从扩展性论这个角度，人类心智的边界其实是从大脑发散开去，是在合适的条件之下，不断的把外部工具纳入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系统，形成一个稳定的人和物之间的一个新的回路，来完成我们的思考。所以你看，在这个框架底下，其实纸笔、手机，包括现在 Notion、Gemini 这些外部的工具系统，它就不单纯是一个外部的辅助工具了。它一方面把记忆和运算这些负荷外包外置出去，另外一方面它也反过来塑造了我们人的这个注意力、学习习惯、神经网络。所以人的这个能力结构就和外部的工具技术和这些生态一块的就演化和进步了。但我相信这个过程是非常容易迷失的，非常容易迷失。人类一定要守住自己的这些黄金精神，不要被外部的工具去腐化、去侵蚀。所以你我还有孩子们要把这点薪火一代一代传下去。我相信一定会有一部分观众跟我的这个想法是有共鸣的。
应该也不是全部的。我最近在做的碳归进化论这个系列，其实就是在探索 AI 时代孩子的教育。我也非常想在评论区听听家长朋友们的想法。今天就先到这儿，如果有共鸣，您就点个订阅，我们下期见。